我妈偏心我弟30年，一碗水从来就没端平过。我供养全家，贴补弟弟，可我妈为了抢我手上的镯子给弟媳妇，竟然亲手把我推下楼梯，害得我子宫被活生生摘掉。这一刻，我彻底清醒。今天是我爸退休大喜的日子，为此我和弟弟两家人一大早就赶了过来。哎呦，嫂子，你这镯子水头也太足了吧，戴着可真显贵气。我长这么大都没戴过你这么好的镯子。小凤喜欢呀，多大点事儿，妈做主了，这镯子给你了。文晴，这镯子你弟妹相中了，今天我做主了，摘下来给他吧。妈，这镯子是我老公家的传家宝，你要其他的都可以，这个真不行。不行，一个破镯子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你做姐姐的就得让着弟弟一家。这个镯子我给不了，今天是爸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吵。上楼躺。肚子那么圆，肯定是个女娃，赔钱货揣了个小赔钱货，矫情什么矫情？赶紧把镯子摘下来给你弟妹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妈，我说了，这是我老公家的传家宝。拿来吧你！装什么装？不就摔了一下吗？至于嗷嗷叫，赶紧起来，少扫大家的兴。好疼，我肚子好疼。求求你，小凤带就是合适。谢谢妈，还是妈疼我。救命！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孩子！爸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姐哪次不是装可怜？就吃准了你心软，别管她了，爱在地上躺着就躺着吧。文晴，别惹你妈生气，哪有那么严重？忍忍就站起来了。晴晴，你怎么了？你对我老婆做了什么？爸爸，先别说，他带我去医院，救我们的孩子。今天我的孩子要是有一点伤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我都不会放过。从小我就知道我和弟弟不一样。我妈说，生我那天大太阳晒得慌，她烦；生我弟那天阴天凉快，她舒服。可我和弟弟都生在寒冬腊月啊，明明大家都在期盼大太阳，他不过是偏心，连借口都懒得编。这碗水从一开始就歪得离谱。吃什么吃？就你嘴馋，一点都不懂事儿。这些都是我的，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！哎呦，我的好大儿，能吃是福，不够吃了，妈再给你买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剩下的看着就不新鲜，难吃死了。他嫌不新鲜的，我吃，妈总不会再骂我了吧？吃什么吃？这是进口的，你个赔钱货配吗？还不如喂了狗。妈，这次期末考我考了年级第1。考再好有什么用？终究是个赔钱货，早晚都是别家的人。妈，我考了55分。哎呦，我的好大儿真棒，再考5分就及格了。走，妈带你下馆子去。妈，今天元旦，我想跟同学去市里玩，给我50块零花钱呗。50哪够花，拿100。想吃想玩随便买，不够妈再给。谢谢妈，妈你最好了。妈，能不能给我10块？我想买辅导书。还敢要钱？我们养活你容易吗？一点不知道体谅家长，给我在家把衣服都洗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同样是你生的，弟弟可以不用干家务活去市里玩，我就只能在家干活？这碗水你到底要骗到什么时候？还学会跟我顶嘴了，反了你了！你弟什么时候跟我顶过嘴？我把你养这么大，就让你跟我顶嘴的吗？妈妈，别跟姐姐生气了，气坏了身体，凯凯会心疼的。还是我的好大儿懂事儿，不像你姐姐，只会惹我生气。真是个白眼狼！姐姐，你不要总是惹妈妈生气，妈妈养活我们很不容易的。文晴，你就别跟你妈犟嘴了，你妈也是为了你好。女孩子家多干点活，以后嫁人了才不会被婆家嫌弃，忍忍就过去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洗衣服！要是敢偷懒，今晚就别想吃饭。
我在冬日里冰水洗床单的时候，我弟在市里吃喝玩乐，无忧无虑过元旦。那时候我想，是不是我更听话乖巧一点，妈妈就能爱我一些。于是妈妈说什么我都说好，都说对，都说是，然而换来的却是……怎么回事？我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妈说，你的房间得让出来给你弟，以后你和狗住。你弟马上升初中，正是关键时候，必须有自己单独房间。你们姐弟挤着，耽误我儿子前途咋办？你负得起责吗？谢谢妈，妈你真好。租房可以？凭什么弟弟霸占我的房间，而我就只能和狗住？这碗水你到底要骗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？凭养儿防老，凭儿子能传宗接代，你个赔钱货能顶什么用？能让你有地方凑合就不错了。你爱住住，不爱住滚蛋！我还有3个月就要高考了，我不过是想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复习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赔钱货，考不考大学都一样，反正迟早要嫁人，到时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还能指望你养老啊？你弟弟可不一样，他以后要出人头地的，要给我养老送终，必须得有一个好的环境。妈，我是你亲生的吗？文晴，你当然是。废什么话！你要是不稀罕跟狗住，你就给我滚！走就走。文晴啊，你是姐姐，忍忍就过去了。高考也没那么重要，女孩子家找个好人嫁了，比什么都强。姐姐，你就懂点事儿吧，别再惹妈妈生气了。你看，妈妈脸上的皱纹都被你气出来了。那天最后我没有走，不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一切，而是因为高考在即，我别无选择。行，马上要高考了，你怎么能上课打瞌睡呢？别倒在黎明之前呀！对不起，老师，我下次注意。有同学反映你身上味道大，个人卫生也要注意一下。我知道了，老师。谢谢妈妈给我装空调，还是妈疼我。只要我好大儿要的，妈妈都满足。妈去给你拿冰可乐。你们坐着，我去。姐，喝可乐吗？冰可乐喝着就是爽，可惜你喝不着，赔钱货。我没日没夜刷题背书，拼尽所有，终于如愿考上重点大学。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！然而，就在我准备去报到那天，是谁？谁撕了我的通知书？我撕的，怎么了？妈，那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，拼了半条命才考上的大学，你凭什么撕了我的通知书？凭什么？凭你是姐姐就该让着弟弟，凭你弟弟学习不好，需要请最好的老师补课，需要花钱，家里的积蓄就这么多，当然要优先供我儿子，哪有多余的闲钱给你读大学？妈，都怪我太笨，拖累了姐姐。拖累什么拖累？你姐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？早点嫁人，给家里换彩礼才是她应该做的。好吧，这么多年你这碗水从来就没端平过。你们给弟弟单独房间，给弟弟请天价家教，给弟弟交高昂借读费，而我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不过是想要一个读书的机会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肯给我？反正我没钱，你想上大学就自己去赚学费，别指望我和你爸给你出1分钱。如果你不爱我，当初为什么要生下我？你还知道你是我生的呀？你啥时候能像凯凯一样让我省点心？姐，你就别为难妈了，妈养活我们2个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没看妈都长白头发了吗？爸，你帮我说句话呀，爸。
我去个厕所。我求你了吧！文晴，你妈说的对，你就听你妈的吧。我一定会上大学，就算你们1分钱不出，就算我借钱贷款打工累死，我也要读。我补办了录取通知书，申请了助学贷款，一边打工一边读大学，没用他们1分钱。而弟弟，今天全场我买单，酒水小吃随便点，放开喝放开玩，不用给我省钱。而弟弟仗着妈的偏爱，有着花不完的零花钱，从来没为钱操过半点心。秦总好，秦总，我大学毕业仅用3年，晋升公司高管，并与同事李成宇喜结连理。而我弟最后也就上了个技校，工作还是靠我的关系进去。老婆，庆祝爸退休的礼品我都准备好，不过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你先过去吧，我晚点带蛋糕过去。好。患者外力撞击导致重伤，胎儿没保住，子宫也只能摘掉。什么？那这样的话，晴晴岂不是永远都不能做妈妈？真是娇气！我怀刘文凯的时候5个月还下地呢，他这摔一下就生不了孩子了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？扶我起来。姐，你疯了！她可是你的亲妈呀！你竟敢当众动手打亲妈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文琴啊，你妈也不是故意的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，忍忍就过去了，别闹得让外人看咱家的笑话。忍？30年的偏心我忍够了，这一刻开始，我再不会为这个家忍1分1毫。这碗端不平的水，我不要了。刘文晴，你反了天了你！你敢打我！周丽萍，你还是人吗？你害我流产，这辈子再也做不了妈妈。你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那是你自己身体素质差，我就多余来医院看你。洋洋，咱们回家。今天可是你爷爷退休的日子，我犯不着在这受气，跟你大姑这个白眼狼浪费时间。大姑姐，你怎么能扇妈巴掌呢？妈可是长辈，再怎么说你也不能动手啊。文晴，你今天有点不懂事儿了，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兴师动众、小题大做的吗？你妈这脾气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忍忍不就过去了？都给我滚！爸，我们走，别理我姐这个白眼狼。你也觉得我小题大做，我不懂事吗？不，我觉得你做的对。这碗端不平的水，你早该下了。干杯，庆祝我爸今天退休。好。说起来就气，今天被那个白眼狼打了一巴掌，自己矫情还赖我，你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妈，您别气，我姐就是被李晨宇惯坏了。不过没事儿，你还有我呢，以后我好好孝顺您和我爸。就是嘛，我们文凯最孝顺了，以后您就等着享清福吧。还是我的好大儿懂事儿，你姐从小就爱嫉妒，我看她就是嫉妒我今天多关心了小凤，故意跟我撒谎。嗨，过了今天温馨就好了。父母和孩子哪有隔夜仇？就是，爸，你说的对，他啥时候对咱真的掀过桌？这么多年，只要妈发话了，他哪次不是乖乖贴补家里？他当姐姐的，贴补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咱可是一家人。大姑姐这下恐怕没法跟咱们一起去法国旅行了，真是不巧呢。他不去正好，省得破坏气氛。咱们一家子快快乐乐的去玩。好了好了，别提我姐了，咱们干杯！我痛失孩子，伤心欲绝的时候，他们在家推杯换盏，一个电话都没再打来。那一刻，我决定不再维护这个家的体面。老婆，你刚出院，慢点。我出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生前给这白眼狼一家子订的法国之旅。徐经理，我是刘文琴，我给全家订的法国之旅我要取消。好的，刘女士，即刻为您办理。12万8已退款到账。媳妇儿，该出发了，快下来！来了。老婆子，你这一路看着眼生啊。爸，
我妈为庆祝你退休的法国之旅，可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呢。爸妈，老公，我们出发吧。毕竟这次旅游是文晴出钱，要不要我给她打个电话？什么打？这会儿没来就是他自愿放弃，别管他，我们走。妈，姐把咱的法国之旅取消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！你开门，快开门！刘文强，你给我出来！刘文晴，你这个丧良心的白眼狼！你自己亲口答应的，给你爸安排法国之旅做退休礼物，你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？眼里还有没有你爸？有我们这个娘家？太过分了！我和小凤特意跟单位请了5天年假，洋洋的幼儿园也都请假了。你说取消就取消，我们所有人的计划全被你打乱了。就是大姑姐，你这事儿办的也太不地道了。我为了这次法国游买了1箱子行头，就等着出去拍照显摆。这下好了，全白瞎了。这笔钱你必须给我报了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闺女，爸都跟同事显摆过了要出国，这要是没去到，爸的面子往哪搁？你这不是让爸在外面抬不起头吗？爸妈，文凯、小凤，你们先冷静点。晴晴刚出院，身子还虚着。这里没你个外人说话的份儿，轮不到你插嘴。他身子虚是他的事儿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答应我们的事儿就得算数。今天这旅游的钱，他必须给我们拿出来。失去子宫，躺在医院里伤心欲绝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我在病房里以泪洗面，连一口饭都吃不下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家推杯换盏，在家盘算着法国之旅怎么玩。从头到尾，没有人想过我的丧子之痛，没有人想过我这辈子再也不能做妈妈了。你自己生不出孩子，怪谁呀？我就是没了个孩子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以后领养一个，照样能过日子。可你爸的退休旅行，一辈子就这一次，能一样吗？再说你不是有李晨毅在吗？又不是身边没人。那你不是还有刘文凯在吗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闺女，想出去玩可以，让你儿子出钱。姐，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我1个月工资就3000块，连我自己抽烟喝酒都不够，哪有钱负担得起全家出国游？你年薪100万，你不出钱谁出钱？就是你比你弟能赚，这钱就活该你出。养你这么大，供你吃供你穿，现在享你点福怎么了？你这就是不孝。这钱我今天1个子儿不会出，我累了，你们回吧。麻烦带人上来一下，有人私闯民宅。没天理了！女儿不孝，让亲爹亲妈出门啊！今天不给我们掏钱办旅游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你还叫保安？不给钱的话，我就不走了，就住上了今天。陈队长，这些人私闯民宅，请帮我赶出去。好的，刘女士。刘文星，你敢亲爹亲妈？你反了天了！你就不怕到天堂里逼吗？心口疼，喘不上气儿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快打120，别出人命！去岷山公立医院，那儿的呼吸科是全市最好的。医生，等一下，去哪个医院？儿子，当然去最贵的呀！我姐有钱，咱怕什么？又想算计我的钱，那我就让你们把老底都花干净。公立医院能花几个钱？送私立吧。以后你就专门照顾我老头，端茶倒水、擦身喂饭都得细致点。要是敢偷懒，我立马扣你工资换人。阿姨您放心，我是特级护工，一定好好照顾大爷，绝不偷懒。妈，一个特护不够吧？至少得3个，每8小时一班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姐不愧是高管，就是大方。妈，我觉得很可以啊，你觉得呢？还算你有点良心，那我就定3个。既然请了特级护工，那我白天就不来了，我下班再过来。姐慢走。你不上班吗，文凯？妈一个人照顾爸多累啊，我请了假了，在医院帮妈。你这工作可是我好不容易托人办进去的，你这刚去就请假，不好吧？没事，姐，你不是跟我们领导熟吗？到时候你帮我打个关照不就行了？刘文凯，这次别想我再为你兜底，等你被公司开了，可别哭。阿姨，这是您这2天点的水果、点心、玩具费，加上护工费，已经快1万了。您这边确认一下。确认，都记我老头住院费总账上。反正我女儿有钱，到时候她付。妈，还是你会享受，这水果真甜，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。妈点的都是这特护病房最贵的水果，光这一盒车厘子都800块呢。谢谢妈。放开了糟，反正最后结住院费的是刘文晴，她赚得多，她有钱。药物开支5000，水果点心2万，
你们还真会借机享受。姐，妈这2天在医院照顾爸，天天累得够呛。我想晚上在医院连锁酒店开个房间给妈休息，你看行不？他累，他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看电视吃水果，靠近过病床。行啊，我瞧着妈的脸色确实比从前憔悴了。你定吧，定的越贵越好，别给我心疼钱。哎，造吧，你们可劲儿造，花的越多越好。我真想看看你们到时候能不能付得起自己的账单。老公，这总统套房可真气派呀，跟电视里的一样。我把刘文晴养活这么大，她给我花点钱，不应该的吗？反正你姐报销，不住白不住。我姐说了，不用给她心疼钱，那还不定最好的，傻呀我们。我晚上也要住豪华大房子。你们一家3口都陪我住这儿。妈，我想吃大奥龙刺身，超大只顶配的。吃，咱们1人1只，反正你姐有钱，不吃白不吃。拍好看点儿，发朋友圈，让那些老姐妹都看看。少爷，这是少夫人父亲刘长海的住院账单，您过目。为什么别的床只花费1万，刘长海花了足足50万？刘家人仗着女儿最终结款，大肆挥霍，给我时刻盯着这一床，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是。之前我怕青青压力大，一直隐藏自己长乐集团太子爷身份。既然他现在孑然一身，那我成为他的依靠。文晴，你不能再这么纵容他们，他们把你当冤大头，你会被拖垮的。老公，你放心，这次看病费用我1分钱不会给他们。你终于想通了。老公，我想跟他们彻底断绝往来，换个城市生活，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傻瓜，我当然愿意，不管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周丽萍，等刘长海出院，你看到天价账单，并且我已经消失的时候，你别哭。姐，进口药副作用小，爸能少遭点罪，你可不能省这点钱啊！是啊，大姑姐，不然别人该戳着你的脊梁骨，说你不孝了。文晴，我和你爸把你养大可不容易，这如今该是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。妈，你不是总说养儿防老吗？这时候怎么不指望文凯了？凯凯又没你有本事，你有钱多出点不应该的吗？这个家我说了算。医生，就开进口靶向药，现在就开。你好，帮我打印一下刘长海截止现在的住院总费用。您拿好。70万。刘女士，我们可不是黑心医院，是你妈乱花钱，这里面除了特护费，还包场点单费、酒店费和进口药费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的托底，等我爸出院，你们怎么付这笔天价账单？这些是什么？黄金镯子、包包、手表，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住院开销了？姐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妈天天在医院照顾爸多辛苦呀，难道不应该奖励他一个黄金镯子吗？还是我的好大儿知道心疼人，你给妈挑的金镯子，妈很喜欢。那这包和手表又是怎么回事？我让他们买的。凯凯和王凤为了照顾你爸请假好几天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怎么就不能奖励下了？他们照顾我，每次进来，他们不是在打游戏就是玩手机，他们服侍过爸一次没有？让爸说，爸你说，我到底有没有服侍过你？文晴，凯凯、小凤当然照顾过我。凯凯不知道比你孝顺多少，你天天就知道上班，根本没来医院几次。不是你们让我好好上班赚钱吗？你挣得多，你不赚钱谁赚钱？这些都是你爸住院支出，我拍板了。你们还真是能变着法的薅羊毛，花吧，还有3天，可惜我不能亲眼见证那一天。我还不能说你几句了，就知道和你弟攀比，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儿。妈，还没给洋洋买礼物呢，他想要个顶配豪华电动小汽车。买，给我大孙子买，都记你爸住院账单上。既然你们2个已经决定好了离职，我也不过多挽留。祝你们未来一切顺利。谢谢陈总。周丽萍，这一次我要让你们输得彻底，让你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刘长海的第1期治疗结束，明明可以出院，周丽萍和刘文凯为了再薅些我的羊毛，让刘长海接着住院。哎呦，胸口突然好痛啊，难受死了！爸，我扶您去床上躺着，医生说了，您还没治好呢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认他们所有行为。
凯哥，这是截止今天大爷的账单。90万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妈，90万了，要不让我爸出院吧？万一我姐嫌多不肯掏了怎么办？慌什么？你姐这丫头最顾家，她要是真敢不给钱，咱就天天去她公司闹，直到她掏为止。少爷，这是长乐医院的保安队长刘东。少爷好，明天立刻带人1对1催缴刘长海的住院欠费，必须从周丽萍、刘文科手里一分不少追回有款项。敢拖延拒缴，直接走法律程序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欺负我李晨宇的人是什么下场。老公，谢谢你支持我的一切决定。我永远陪在你身边。走吧，总说带你回我老家，一直没去成，这次终于有机会。刘长海家属，患者目前住院费用已累计到100万，请尽快缴纳，否则不光停止治疗，我们还将启动法律程序。嚷嚷什么？我们又不是赖账不交。凯凯，赶紧打电话叫你姐过来把账结清。我刚给我姐发短信，她没回我。给她打电话。妈，不好了，我姐把我所有手机号、微信全部拉黑，彻底联系不上了。刘长海，你的同城急送。妈，是我姐寄过来的，一定是大姑姐有事来不及，把银行卡寄过来了，快打开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爸住院的账单。这还有一封信。这些年，你们将所有的偏爱都给了刘文凯，把所有的委屈都留给了我。我像个牲口一样累死累活，被你们疯狂吸血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碗端不平的水我受够了。这次爸住院，我1分1毫都不会出。什么？我姐1分钱不出？妈，这可是100万啊！没了我姐兜底，我哪付得起啊？文清他反了天了！凯凯，干嘛现在去堵他？你们跟着我做什么？在你们结算完成之前，我们24小时寸步不离。妈，他们赖上我们了！汪儿子，现场等你姐再说。我老公在外面。没结算之前，你们不能都离开。爸爸等等洋洋。妈妈在呢。老公，一定要要到钱啊！造孽呀，造孽啊！刘文清，你个杀千刀的！你是姐姐，你就得多为家里付出，赶紧他们出来交钱！别敲了，这房刘文清早已低价卖给我，你们再敲我报警了。什么？卖了？那刘文清呢？我怎么知道？干什么你们？秦总和李主管已经离职了，你们不要再来了。王队长，下次不要让他们上来。是。你妈怎么办啊？被这么跟着，跑都跑不脱。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能有什么办法？怎么样？联系到大姑姐没？姐把房子卖了，工作辞了，所有联系方式也都打不通，人间蒸发，彻底失联，再也找不到。什么？彻底消失了？那这100万天下医院追责起诉不就到我们头上了？我们哪里还得起啊，老公？把人看死了，上厕所都得牵车跟着，明白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这可是100万啊！儿子，妈没什么本事，只能靠你了。不是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合着大姐不掏，你赖上我们家了是吧？凭啥呀？小凤，这不是凯凯他姐联系不上，联系不上继续联系，反正这100万不能我们一家出。别嚷嚷了，先睡觉。没看爸都睡着了吗？爸那是装睡，有事就做缩头乌龟，我还不了解他。行了，先睡觉，有啥事明天再说，再吵我就不管了。媳妇儿，这100万咱一辈子都还不清，趁现在爸妈睡了，咱带着洋洋跑路吧，先找个地方躲一阵。好的，老公，都听你的。我去抱洋洋。大半夜的，你们一家3口去哪儿啊？妈，在这守夜太难受了，我们回家睡，明早再过来哈。不能走，你要是走，我也走。知道，让我回去睡觉。爸，我不走，我真不走，你快松开我，累得我喘不过气了。爸，妈，你睡觉不闭眼睛啊？你甭管。老公，爸和妈现在缠上咱了，怎么办啊？那有爸妈死缠烂打，外有保安盯着，你说我能怎么办？我早上打水时候打听到了长乐集团董事长的地址，我打算带着妈去求求情，让上面给咱宽限些时日，先拖拖时间。不太行，
等会儿见到董事长，咱一定要装得极其可怜，让董事长给咱宽限些时日。孩子妈懂，至少得拖到找到你姐这个提款机再说。没有预约不准进入。保安大哥，通融一下，我们真的有急事找董事长，就见一面，耽误不了几分钟，麻烦你了。妈，是刘文晴。那个白眼狼居然在这里！老头子，我打算今天向儿媳公布咱的真实身份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晴晴应聘了长乐集团管理岗，我想看看她的真实能力。如果真像儿子说的那么优秀，我会考虑让她接我的班。行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走吧，老头子，咱俩去换身衣服。从现在起，我是长乐集团董事长的生活助理。那我是长乐集团董事长的后勤助理。通知儿子了吗？放心，我已经给他交代过了。晴晴来了，快坐。晴晴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妈，长乐集团董事长的生活助理；这位是我爸，长乐集团董事长的后勤助理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爸妈想考验一下你的工作能力，为了助你登上长乐集团总裁之位，老公只能骗你一下。这么久才来看你们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在外地工作忙，能理解。爸妈，我们坐这合适吗？没事儿，董事长夫妇很和蔼。听陈宇说你们把房子卖了，最近就住这里吧。我们住这里不合适吧？我和他爸马上要出去度假，我是说要出去都家洽谈合作，房子空着，你们住还能帮忙照看，不碍事的。你们安心住客房，董事长夫妇那边我来报备。好，谢谢爸妈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一家人说什么麻不麻烦的？那我们先出差去了。爸妈慢走。老公，我看院子里的花草该修整了，不如我们帮忙打理一下吧，不然白住董事长的房子，心里太过意不去。好啊，我正好也想活动活动，就当锻炼身体。老婆，这衣服你从哪拿的？我从保洁室取的，穿着干活方便。老公，行，老婆让穿什么我就穿什么。我去那边修剪枝芽，你就在这儿修剪花铺吧。少爷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您和少夫人干呢？这不合适。先不要告诉少夫人我的真实身份，知道了吗？好你个刘文晴，你个白眼狼！原来你躲在这里做臭佣人，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，原来就是个伺候花花草草的苦差事，真是活该。是啊，姐，我还以为你跑了之后在哪儿高就呢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做这种下等活计。看来你离开我们也没什么好日子过嘛。我做什么工作跟你们有关系吗？谁让你们进来？给我出去！想让我们离开可以，给我100万，给我100万，我立刻走。就是姐，你赚那么多钱给爸付医药费是应该的，这100万就得你掏。我说了，这次爸住院，我1分1厘都不会出。让开，我要工作了。你个太傻的，你要扁死你妈啊！姐，你要是这样，我们还真赖着不走了。你们不走，我走。啊，先见到长乐董事长，延缓结账是正事儿。我姐既然找到了，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姐，我们今天来是为了见长乐集团董事长的，只要你帮我们引荐到，我们绝不打扰你工作。别说董事长现在不在，就是在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你们找他也没用。不在，我看你就是故意骗我们。刘文清，你个白眼狼，你是不是故意不想让我们见到董事长？故意想看你全家被医院起诉，被抓去坐牢？我看我姐就是这个心思。姐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赶紧帮我们引荐董事长，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你们既然不相信我说的，你们就去问别人。刘文晴，你给我站住！今天你不带我们见董事长，你就别想走。我说了，董事长不在，你们要闹，去别的地方闹，别来烦我。刘文晴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今天要是不帮我们见到董事长，我就把这1苗圃的花都给你霍霍了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知道打蛇打7寸。小白眼狼，你今天要是不帮忙引荐，我们就把这全毁了，看你怎么交差。妈，你看，姐一下子被制住了，话都不会说了。我儿脑袋瓜就是灵光。你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赶紧帮我们引荐董事长，不然我真动手了。既然你们知道这里是长乐董事长的房子，就应该知道这里面的一草一木都价值不菲。这花铺所有的花都是名贵品种，要是毁了，这代价你们承受不起。一株花能有多贵？姐，你少在这吓唬我。
你捡到对准的那株是莫兰达摩，单株市场价8万。旁边那片金边瑞祥，每一株都要5万。后面那几株蝴蝶兰是进口品种，单株更是要12万。还有前面那盆罗汉松盆景，矮化成型的，每盆也最少15万。这里面随便一株都价值不菲。没事，儿子，维护花草是你姐的工作，损坏了也是她养护不当，算不到你头上。既然这盆最贵，那我就从最贵的开刀。姐，你要是再不带我们去见董事长，我可就真下手了。刘文晴，你个白眼狼，你再不帮我们，我让凯凯把这一株一株全给你毁了，一个不留。董事长不在，我怎么帮你们叫？你们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儿子，现在就动手，就从最贵的这株15万的入手，给我捡。好嘞，刘文凯，我劝你最好掂量掂量，你毁了这花的代价，你担不担得起？儿子别担心，你姐才是负责人，责任要担也是她担，你妈放开了霍霍。得嘞，让你不帮我们引荐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交差。不帮你爸付药费，我们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刘文凯、周丽萍，马上你们就会为你们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这8万的墨兰，12万的蝴蝶兰，我全给你毁了。还有这5万的金什么香，一株都不留，让你不给我们引荐董事长，让你在我们面前摆谱。对，儿子，把这都毁了，让这个白眼狼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好，很好，你们执意作死，我也不拦着。到时候你们不仅要赔偿这些花草的钱，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哎呦，我的腰！妈，不好，我姐她在拍照，我们要是真的毁了花，她把视频交给董事长，我们就真的完了。快去，儿子，去把你姐的手机夺过来，绝不能让董事长知道这花是我们毁的。你给我站住！吴玉宝，站住！刘文清，你个白眼狼，你给我站住！儿子，一定要抢回录像，不然咱不光要赔钱，咱还怎么找董事长求情啊？放心吧，我一定追到我姐。手机拿过来，给我。这是我的手机，放开！住手！离我老婆远点儿！老婆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老公，我没事。快检查检查，手机有没有摔坏？哎呀，我的宝贝儿子，有没有摔到哪儿啊？妈，你看姐夫都是一家人，他怎么能对我下如此狠手？李晨宇，你个天杀的，凯凯可是你小舅子，有你这么对自家人的吗？是你们先没把晴晴当自家人，我这么对她还是轻的，再敢动我老婆一根毫毛，我废了她！老公，他们2个把董事长家的花圃全毁了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里面可都是董事长夫人的心血，这一池子花圃的成本加养护费高达100万，这笔账你们逃不掉。谁让我姐不给我爸掏医药费，这就是对他的惩罚。晴晴这些年工资月月贴补家里，家里翻修你结婚娶媳妇儿，从彩礼到房子，哪项不是你姐掏的钱？这次医药费就该你掏。刘文晴她作为姐姐，贴补家里，扶持弟弟应该的，这就是她的义务。老公，你叫不醒他们的，人教人教不会，事教人一教就会。这次苗圃被毁是他们一手造成，我不会帮他们擦屁股，他们必须为自己行为付出代价。吓唬谁呢？我告诉你姐，毁的时候我看了，没监控，并且你的手机也被我砸了，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毁的花圃？你一个男佣，少在这装大尾巴狼！你要不现在帮你媳妇儿把她拖欠的100万医药费付了，要不我们就毁了你负责的迎客松。对，就毁最贵的那棵迎客松，我知道那玩意儿值老鼻子钱了。李晨宇，我不管你是借还是贷，你麻溜把这100万掏出来，不然我们毁了树，我看你怎么交差。你们想毁，尽管试试。这棵迎客松是进口黑松，单树价值100万，再加上大师级修剪手艺和养护成本，这个盆景已价值200万。你们最好想清楚，毁了它，你们承担得起后果吗？我还怕它不贵呢，越贵越好，反正你是养护的人，最后的锅也只会扣到你头上。姓李的，你再不替你媳妇儿掏医药费，我真动手了。这迎客松内嵌风水，你如果毁树动机，董事长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动一下试试。儿子，别害怕，董事长又不在，没有证据能证明是咱毁的。最后真出事也是他和刘文杰这个白眼狼扛。就是，谁让你是看护这棵树的，毁了也找不到我头上。动手，儿子！我数3个数，不给钱，我真就动手了。3，毁树的代价你担不起。你确定要如此作死？少在这吓唬老子，不掏钱是吧？这是你们自找的。
自作孽不可活。刘文凯、周丽萍，既然你们执意作死，那我也不拦着。儿子干得漂亮，李晨宇，这就是你不帮我们付医药费的下场。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谁在我家放肆？妈，这难道是董事长回来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毁了老爷最喜欢的迎客松！你们知道这树多金贵吗？王队长，不好了，夫人最宝贵的花圃也被毁完了。什么？那是我最喜欢的花圃。你们两个今天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董事长先生，您误会了，不是我们捣毁的，是他们两个毁的花和树。对，我作证，就是他们毁的。他们不想干活，就拿植物撒气。少血口喷人，这两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哎呀，保安大人，人不可貌相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这里面一个是我女儿，一个是我女婿，他们刚被上家单位开掉，这没人要的主儿，你们给接收了。对，我妈说的对，别看我姐和姐夫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其实背后坏事做尽。住口！我对我的儿子和儿媳自有判断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污蔑。什么？李晨宇是你的儿子？吓死老子了，还以为是董事长夫妇。我说亲家公亲家母，你们狐假虎威的挺像样啊！借个豪车带几个保安就敢装董事长夫妇，差点把我和我儿子唬住了。如果我说我就是长乐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什么？你要是长乐集团董事长，老子就是长乐集团总裁。我说亲家，别以为你们借个豪车就真成董事长了。刘文晴那个赔钱货就没嫁入豪门的命。我岳父是董事长的后勤助理，岳母是董事长的生活助理，他们即便不是总裁，也有权利处置你们。王队长，核算一下被毁植物的价值。本次被毁掉的花圃和迎客松合计折损价值300万。我说姐，你这次可栽了个大跟头了，这些东西可价值300万。你姐和姐夫这是作茧自缚，他们活该。我说两位，你们也太低估有钱人的智商了。妈，姐夫这是什么意思？别担心，吓唬我们呢。王队长，把园区的监控调出来。儿子，要是有监控的话，我们就完了。妈，我动手之前专门看了四周，没看见有监控摄像头。李晨宇他爸在吓唬我们呢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监控？妈，你想想，要是有监控的话，我姐干嘛刚才还自掏手机录像呢？蠢货！我不录像，怎么降低你们对监控摄像头的防备？周丽萍、刘文凯，我最后劝你们一句，趁着监控没出来，主动道歉承认错误，不然这代价你们承受不起。少吓唬我们，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道什么歉？就是，明明是你的儿子儿媳毁的，我们亲眼看到的，你别想颠倒黑白。既然你们如此对我们不仁，一会儿别怪我们对你不义。王队长，监控调出来没有？李阿姨，监控已悉数找到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有监控？我明明没看到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我们市长为了别墅整体美观，安装的都是隐蔽式监控，这些路灯、鸟笼都内嵌监控。你们刚才一举一动都被拍得清清楚楚，证据确凿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你不是说没有监控吗？你不是说没有吗？发生这种局面还不是怪你？你又没带我住过大别墅，我怎么知道有钱人的生活细节？你们两个，花园折损价值300万，精神损失费100万，合计赔偿金400万，请立即赔付，不然等着蹲局子吧。多少？400万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妈，400万把我卖了，我也还不起呀！这怎么精神损失费就100万呀？100万还是少的，夫人的花很多都是孤品，有钱也买不到。你们毁了花境，等于说让有些花种在世界上彻底消失了。要是夫人锱铢细究，精神损失费远不止100万。还有这迎客松，形状位置都深嵌风水，跟老爷的生意息息相关。要是毁树影响了老爷的营收，精神损失费更是不可估量。儿啊，咱这是犯了滔天大罪呀！别再算了，400万我们赔。儿啊，医院的100万医药费咱还付不起，哪里付得起这400万啊？姐，你不能不管我和妈呀！你不是董事长的员工吗？你帮我们求求情吧！闺女，
闺女，你就张张口吧，别让我们赔钱了，我们哪掏得出400万呀？够了，你们不过是污蔑我和李晨宇不成，现在需要自己担责的时候怕了。刚才大肆破坏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很张扬，接着张扬呗。李晨宇不，女婿，我是你的丈母娘啊，你怎么忍心让你丈母娘担下如此大的赔偿？你没有把晴晴当女儿，没有一碗水端平的那刻，就和我无关了。让他们签赔偿协议。不，我不签，这可是400万的赔偿。我不能签，我不能，这我如何赔得起呀？子熙啊，你就帮我和你弟弟求求情吧，咱好歹是一家人啊。是啊，姐，咱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。欺负晴晴，疯狂吸晴晴血，一个污蔑不成就恨不得毁了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和她是一家人？你不是说了，我就是个臭佣人，臭佣人哪里有什么权利帮你给董事长求情？今天你们要是不签协议，就只能进局子了。算了妈，李晨宇一家人是不会管我们了，不签协议咱今晚就得进去了。老公，求情请的怎么样？老伴儿，咋样啊？给咱延缓时间没？医院说咱再不付，滞纳金都要产生了。什么？又多了400万赔偿金？爸妈，谢谢你们刚才帮我撑腰，甚至不惜假扮董事长夫妇。谢什么？咱本来就是一家人。爸妈，你们不是要出去帮董事长独家踏谈合作，怎么穿着度假衣服回来了？哦，是这样，晴晴，我们这次去谈的是文旅合作，对方那边都是度假风格，我们穿成这样也是入乡随俗，方便谈事儿。那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是说洽谈合作要好几天吗？还不是因为下午有个股东大会，非要我亲自过去签字，推都推不掉，没办法，只能临时赶回来了。股东大会签字？爸，您就是个后勤助理，怎么还要去股东大会签字啊？哎呀，晴晴，你爸说的不是那种公司股东大会，是我们广场舞的股东大会，就是我们广场舞队要参加比赛，你爸是队长，得回去组织签字。对，广场舞股东大会。行了，爸妈，你们快去签字吧。对，我们得赶紧走了。晴晴，以后那娘俩再敢找你麻烦，你就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立马回来帮你。谢谢爸妈，你们慢走。其实我们不回来，陈宇和晴晴也能处理好。我这不是想给儿媳妇撑腰吗？我的儿媳妇我就要宠。老公，我长乐集团的终面通过了，给我匹配的职位是长乐集团大中华区总裁。我老婆就是优秀，现在公开身份可能会影响晴晴的风评，说她靠关系上位，再加上爸的考察还没结束，还是再等等我。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长乐爱心工程项目，下午我打算先去趟长乐医院，当面看看申请人具体情况。好的，老婆。都怪你爸得病，你爸要是不得病，咱如今身上能背那么多债吗？我去个厕所。有事儿你就上厕所，你怎么不住厕所里？妈，你有没有觉得那天董事长家的王队长对李晨宇很尊重啊？有吗？有啊，看李晨宇眼色行事，并且李晨宇怎么那么了解别墅的架构，对监控都如数家珍。你说他会不会真有什么？你想多了。李晨宇和你姐在那儿工作，自然了解别墅，他能有什么大身份？他要真是家世显赫的少爷，怎么能没一点少爷脾气，啥事都听你姐的？也是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刘文凯，你要的长乐爱心工程申请表，你填一下，一会儿送护士站。老公，长乐爱心工程申请表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好东西，这玩意儿要是申请下来，最高能有100万援助款呢，至少可以先把爸的医药费结清。那你快填，儿子，好好填，还得是长乐集团财大气粗啊！放心吧，妈，我把爸的情况和咱家的情况写得可惨了。我爸重病，我失业，你丧失工作能力，咱家更是一贫如洗。这申请书肯定能批下来。好啊！我要吃好吃的，我要新玩具。乖孙子，等奶奶拿到钱，先给洋洋花好不好？辛苦护士小姐姐帮我们往上递。放心，审批有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嘞。
我到医院了，刚到。秦总，您怎么不给我吱一声，自己先过去了？我这就帮您联系长乐集团的许组长。不用那么大阵仗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妈，那不是我姐那个白眼狼吗？你个白眼狼还敢出现！我说老太太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你怎么还动手呢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我难道不该动手吗？他自己的过得潇洒，穿得光鲜亮丽的，不给他爸付1分钱医药费啊喂！姐，怎么有你这么不孝顺的闺女？爸重病住院，我们欠了500万的债，马上就要被抓去蹲局子了。你明明有钱，却1分钱都不肯给我们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这样啊，亲生父亲重病，1分钱不出，也太不孝了吧！就是啊，你看他穿的这么好，一看就是有钱人，怎么能这么冷血无情，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管？大姑姐，你不能不管爸的死活呀！爸把你养这么大，就这么报答他？我们真没钱了，求你给爸出点医药费吧！大姑给爷爷交点医药费吧，洋洋求你了。这么大个人，怎么还没个孩子懂事儿？就是有她这么当闺女的吗？今天要是不给爸掏医药费，你就甭想走。我要是坚持不给呢？刘文晴，你今天不给我们钱，就别想走，我就坐在这儿哭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这个不孝女的真面目，让大家都给我评评理。大家快来看啊，不孝女有钱不给爹付医药费啊！姐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钱，不然我们就一直缠着你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恶行。你们欠的债都是你们自己作出来的，与我无关。没天理呀！女儿不孝，不管亲生父亲死活，不管弟弟一家死活。姑娘，我看你穿着也不差钱，你多少也给你爸掏点医药费吧。干嘛把事情闹得如此难看呢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不给，自有我不给的道理。我今天来长乐医院是来处理工作，请不要耽误我的正事。阿姨，您别在这里闹事，影响医院秩序。有什么话你私下里和你女儿单聊行吗？这里没你的事儿，少管闲事。今天我就要让这个白眼狼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不给钱他就别想走。掏钱，把爸的100万医药费掏了，我立马让你走。不孝女掏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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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掏钱。林夕，把我放在办公室的文件袋给我送到长乐医院大厅来，越快越好。是，秦总。还算你懂点事儿，知道送钱了。你早这样不完事儿了？妈，快起来！我姐她顶不住压力，让助理送钱来了。好啊，快扶我起来！快去把你爸扶过来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这女的态度这么冷漠，他妈不这么逼她掏钱，她真能1分钱不掏？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冷血了，亲生父母都不管，只顾着自己享受，太不像话了。爸来了。老头子，我苦口婆心的劝文晴，她终于愿意给你掏医药费了。文晴愿意掏钱了，掏了，爸，正让助理往这边送钱呢，马上就到。好啊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。不好意思，秦总，让您久等了，这里是您要的东西。让他给他爸掏钱不亏，你没听这小姑娘叫他秦总吗？他有钱，就该他出钱。你们说我不孝，说我冷血，说我不管他们的死活。这些年，我到底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我妈从小就偏心我弟，让我住狗窝，而我弟则是住空调房。即便如此，我在这狗窝里寒窗苦读，终于顺利考上了大学。结果呢，他在我报到前把我通知书给我撕了，有钱给我弟请天价家教，却没钱供我读书。大家看，这是我上大学时的助学贷款单据，我妈不肯给我出1分学费，我只能靠助学贷款打3份工才勉强读完大学。整个大学期间，家里没给我出1分钱，这也太重男轻女了吧！就是，对女儿这么差，还想让女儿掏钱，怎么可能？我现在知道刘小姐为什么不愿意给家里掏钱，她自己能挣学费，我干嘛要给啊？你要是不想养我，你当初就不要生。是我求你生我的吗？就是，既然生了，就得一碗水端平。你自己一碗水都端不平，就别怪女儿把碗掀了。
这些是我参加工作后给家里的转账记录，每个月我工资的1大半都得交到家里。老家房子翻修，父母日常花费大头，弟弟结婚的彩礼、房子首付，甚至日常开支都是我出的。这些年，我累计给家里转账超过100万。你当姐姐的帮衬弟弟，帮衬这个家不是应该的吗？胡说！哪条法律规定当姐姐的就必须为家里奉献？她没这个义务。就是她没义务。大家再看这个，这是我的子宫摘除报告单。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妈为了抢我手上的传家宝镯子，给弟媳妇儿亲手把我推下楼梯，导致我流产，永久失去了做妈妈的资格。我的孩子当时都已经成型了。什么？这妈偏心偏的也太过分了！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这偏心都偏到天上去了。我失去孩子、失去子宫、伤心欲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一句道歉，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，反而一次次压榨我，拿我当提款机让我出钱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一家人，这就是你们对我的回报。太过分了，你们一家简直是吸血鬼！他在撒谎，这些单据都是假的，他就是不想给我们钱，所以故意编这些谎话骗大家。对，我姐在撒谎，那些转账记录都是 P 的，报告单也是 P 的，她就是想博取大家的同情，所以故意污蔑我们。就是大姑姐，你怎么能编这么恶毒的谎话污蔑我们一家人呢？爸，你来说，你来评评理，我刚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我去个厕所。从小到大，每一次我被偏心对待、被欺负需要你撑腰时候，你都要去厕所。沉默的人跟刽子手一样是帮凶。爸身体不好，你少嚷嚷爸。都听到了吧？他亲爸都不站他，他就是在撒谎。都说闺女是爸爸的贴身小棉袄，他爸都不向着他，难道他真的在说假话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的证人，他来了。我可以为刘女士作证，这份报告单是真的。刘女士确实是因为外力撞击导致胎儿流产，子宫严重受损，不得不进行子宫摘除手术。我是她的主治医生。你胡说！你肯定是拿了这个白眼狼的钱，故意帮他做伪证。你这个没良心的医生，为了钱竟然颠倒黑白！你信不信我举报你？对，你就是拿了我姐的钱在做伪证。我姐根本没怀过孕，她也没流过产，这报告是假的，假的！你叫张玉兰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一会儿我就去举报你。你们才在颠倒黑白！张主任，这些人不值得你跟他们生气，谢谢你帮我作证。林夕，把我家里的监控录像立刻投射到大屏上，让大家都看看。是秦总，当时周丽萍是怎么抢我的镯子，怎么把我推下楼梯的？肚子那么圆，肯定是个女娃。赔钱货揣了个小赔钱货，矫情什么矫情？赶紧把镯子摘下来给你弟妹，你给脸不要脸！妈，我说了，这是我老公家的传家宝，拿来吧你！装什么装？不就摔了一下吗？至于嗷嗷叫？赶紧起来，找走大家的兴！太恶毒了！这一家人简直是恶魔，简直是吸血鬼！妈，家里什么时候装的监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刘文晴，你个白眼狼！你背着我们偷装监控，你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？是你们先没把我当一家人，我不过是在保护自己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告诉你，我保留起诉你们的权利。现在立即给我让开，少耽误我工作。本来差一点都按着你姐头掏钱了，结果他竟然把局势反转了。我姐就是心思多，就是没把咱当一家人，一家人还在家装监控，就是侵犯我的隐私。闺女不掏钱，这医药费可怎么办啊？我能怎么办？我还能给你变出钱呀！刘长海的常设爱心工程申请初审通过了。
什么？你说我爸的长乐爱心工程申请通过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领钱了？太好了，果然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只是初审通过了，还需要终审。你们拿着文件去3楼的工会吧。长乐集团爱心办目前正在那儿终审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老公，这爱心工程能给咱批多少钱啊？最高是100万助力款。什么？100万？100万的话，爸的医药费不就够了？我们不就可以离开这间房了？对，马上我们就能离开这儿了。各位同事，总部的秦总来了。秦总好。秦总，您来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，我好安排人去接您？我做事不讲派头，不必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大家都辛苦了。爱心工程的审核工作一定要严格把关，确保每一笔善款都能送到真正有困难的人手中，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。是，秦总。秦总，这是目前初审通过的救助申请表，您过目。许组长，刘长海的申请初审通过了。是的，秦总，他们资料很齐全，是我亲自审的，没什么问题。我已经通知他们来终审了。一会儿刘长海这组我亲自终审。是，秦总。秦总，您要的刘长海的申请资料。好啊，周丽萍，你们竟敢伪造申请资料！你去外面帮许组长他们，轮到刘长海那组了，就让他们进来。是，秦总。洋洋，你一会儿到里面你就哭，说家里钱都给爷爷治病了，你没钱上学，你想上学。听到奶奶说的了吗？洋洋，洋洋听到了。儿子，你也是，等会儿面审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多哭诉我们的难处，说我们走投无路了，一定要让那个负责人可怜我们，给我们通过申请表。会不会很严厉？这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不管他是什么样子的人，他肯定会心软的。长乐集团的负责人肯定都是好心人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好，就按妈说的。大家按照名单顺序依次进来面审，不要喧哗，不要插队。妈，哦，那个工作人员是刘文清的助理，就是刚才在大厅给刘文清送单据的那个女人。妈，那这爱心工程不会跟大姑姐有关吧？我们刚才大厅那么欺负姐，要是这个面审的负责人真的是他，那我们的救助款就彻底泡汤了。儿子，你想多了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刘文清那个白眼狼怎么可能是爱心工作的负责人？他不过是在长乐集团董事长家打杂。今天他来医院，说不定给自己看病来了。毕竟他才流产不久。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啊，妈。刘文清如果是打杂的，那个女助理为啥叫他秦总？他是不是又坐上高位了？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有什么不对劲的？他不过是想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，所以才安排人叫他秦总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老公，妈说的对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刘文清前几天还是别墅佣人，这怎么可能转瞬就做了负责人？不可能的，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我们只要好好表现，装可怜，肯定能拿到救助款，别被这些小事影响了心情。知道了。下一位，刘长海申请人。到。跟我来吧。哎。秦总，人到了。妈，你听到没？他叫里面人秦总，里面不会是刘文清吧？名字里有情的人那么多，不过是同字罢了。老公，你别一惊一乍的了。妈，我还是觉得他像刘文清，我不敢过去。你怂的，我来。负责人您好，我们是刘长海的家属，是来终审的。这里是申请表。请您批阅。刘文凯、周丽萍、王凤，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再见面。不是，负责人是我姐。完了，我这下全完了。怎么？看到我很意外？怎么办啊，妈？文晴，原来是你啊！妈从小都觉得你有本事。你看你刚辞职没多久，这又做上爱心工程的负责人了。是啊，姐，你前2天还在当女佣，这转瞬就当上了负责人。大姑姐本身就优秀，这坐上高位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不用给我戴高帽，想说什么直说。
文晴啊，你看你爸重病，咱家实在走投无路了，这救助款你就通融通融，给我们批下来吧。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刚不该在大厅跟你闹事儿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这救助款对咱家太重要了，你就批了吧。大姑姐，求你了，500万的债务哪里还得起呀？再拿不到救助款，我和文凯都要被逼死了。洋洋还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爸妈啊！大姑，求你帮帮爷爷，帮帮我们吧。洋洋不想失去爸爸妈妈。洋洋，快给大姑磕头！大姑，洋洋求你给爷爷批了吧！洋洋求你了。这孩子真可怜。 500万的债确实是天价债务了，别说他们家，就是放我们家我也还不起。一面是自己的亲生爸妈，一面是规则，也不知道儿媳妇究竟会站哪边。此刻就是对他的考验，我倒要看看他是否能担大任。洋洋起来说话。洋洋，听奶奶的，你大姑不答应就不起来。大姑，你就答应吧，洋洋求你了。孩子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只能请你们出去了。别，洋洋，快起来，别惹你大姑生气。文晴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你给谁批不是批？你说是不是？申请表拿过来，快把表给你姐，你姐要给咱批了。姐，表在这儿。这就是我的审核结果。什么？不通过？我就说姐不可能给咱通过了，咱刚那么欺负她。人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怎么还揪着我们不放？你这是公报私仇！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我这个大姑姐，就是因为我婆婆对她说了几句重话，她就故意借着自己的职权卡我们的审批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当闺女的和妈哪里有隔夜的仇啊？你这是把我当仇人对待啊！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给你爸治病，我这是为了自己吗？姐，你确定要这样寒了全家的心吗？这女儿也太无情无义了。就是，对自己家里人竟然这么无视。这一家人是搅家精，不行，我得替我儿媳撑腰。作为领导，面对纷繁复杂的客户是常态。如果这些事情都处理不好，我怎么能放心他担任长乐集团大中华区总裁？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这就是他需要面对的考验，必须他自己解决。文熙，妈给你道歉，行不行？妈给你磕头了，你就别把妈当仇人对待了，给你爸的申请表通过了，行吗？够了，你少在这打感情牌。快看这个女儿，心是真狠啊！就是，那可是他的亲妈呀！还有你们，一个个的少情感绑架我。周丽萍，我为什么否了刘长海的申请？你们心里没数吗？我这，你什么意思？妈怎么听不懂？林夕，拿材料过来。是，秦总。这是我让秘书整理的证据。申请人刘长海名下明明有房，他们伪造成无房；儿子刘文凯明明有固定工作，他们伪造成无业无收入。医院花销高达100万，是因为他们住院期间挥霍浪费，多了许多不必要的支出。而他们篡改住院单，全部改成药费支出。什么？这一家人的天价医药费竟然是自己作的？这家人根本不是真正的困难，原来他们是在骗爱心捐款。你们伪造申请资料，好大的胆子！你们还是人吗？这可是救命的款项，真应该把你们抓起来！对，抓起来！爱心工程的每一分钱，都是社会各界的爱心捐赠，是给真正有困难的人准备的。只要我刘文晴在位1天，这钱就必须花在刀刃上。好，秦总做得好，秦总秉公执法，给你点赞。
儿媳妇做得好，做得好啊！在这里，我郑重宣布，刘长海永久禁止申请长乐爱心工程。今后只要发现有弄虚作假、骗取爱心捐款的行为，一律严肃处理，绝不姑息。做得不错，妈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我一个老太太，我能怎么办？赶紧滚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还敢撒泼大闹，真是厚颜无耻！还教孩子骗人，孩子跟着你们这样没担当的父母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。我就说不行吧，姐知道咱的老底儿，她那么刚正不阿，肯定不会给咱走后门的。跟我出往外拐个白眼狼，我真是不养你了！妈，我们快走吧，妈！谢谢你，秦总，谢谢你守护了我们的爱心。庆总，你真不愧是长乐集团的好领导，你做的太好了，公正无私，大义灭亲。有你这样的领导，我才能放心给长乐爱心工程捐款。谢谢大家。刚才的事儿我已经发在了网上，冲着秦总，很多人都会给长乐爱心工程捐款。大家客气了，公平、公开、公正是慈善工作的红线，我会努力让每一份爱心捐赠都去到它该去的位置。谢谢你们支持长乐集团爱心事业。我就说咱们家陈宇的眼光不差，果然没有选错人。这孩子啊，我喜欢。晴晴是个好孩子，虽然来路坎坷，却一身清朗，不卑不亢，向阳生长。我们走吧，老婆子，别耽误了儿媳妇处理工作。董事长，您怎么在这里？秦总，我听到许组长在喊董事长，过去看看。不好意思，大家让一下哈。文清来了，就说你刚才认错了人。是。董事长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秦总，我刚认错人了，那不是董事长。老头子，这儿媳妇都经受住你的考验了，你为什么还不把真实身份告诉她？儿子志不在管理，我不强求。我看晴晴今日为人处事颇有我当年风采，如果她能完成我接下来的考验，我会让她接我的班。你有不同意见？我只是没想到你能舍得让儿媳妇接班。我相信晴晴最后能通过所有考验，顺利接住长乐集团。行了，少操点公司的心，多操心自己的身体吧。今天来医院是来给你调理身体来了。老公，你怎么来医院了？爸目前在医院调理，所以我一忙完就过来了。什么？爸住院了？有没有事？别担心，爸是每年的例行调理身体，没什么大碍。我这边也忙完了，我们过去看爸爸。怎么办？500万欠款啊！再不还钱，法院的传票都要到了。这不是刘文晴吗？王院长亲自带看的病人，难道里面是什么大人物啊？目前董事长的第一步调养，主要是通过药物改善血液粘稠度。刘文晴服务的董事长，不就是长乐集团总裁吗？好啊，刘文晴，我还说你怎么这么快从保姆升到负责人了，原来勾搭了老男人。什么人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这就走。刘文晴那个白眼狼，白把他养那么大。就是大姑姐也真是的，发的是公家的钱，又不是她的钱，她至于卡那么严格吗？发谁不是发？都怪你生病，要不是你生病，咱家能落得如此境地吗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这我也不能控制啊，老婆子。妈，咱有救了。我好大儿又想出什么法子了？妈，你跟我来。妈，你一会儿帮我把这个保安引开，我上去偷拍些刘文晴勾搭长乐集团总裁的照片。没问题。刘文晴，终于让我抓住你的把柄了。大娘，这里是 VIP 病房区，非家属不得入内，请你离开。好，大娘现在就走。哎呦，我的腿动不了了，喂！大娘，大娘坚持住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急诊。刘文晴，马上就是你的死期。
怎么样，儿子？拍到没？你儿子办事儿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太好了，这次终于抓到刘文熙的把柄了。只要我们拿着这些照片威胁他，他肯定会给我们批爱心基金。要怪就怪他自己不检点。文晴一直洁身自好，会不会里面有什么误会？你个死老头子，你自己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向着那个白眼狼说话？我不是向着他说话，只是文晴从小都要强，从来没靠过别人，都是靠自己。你再废话，你自己还你的医药费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次我们一定能拿捏住刘文晴。妈，咱现在就去长乐集团找他。您好，请问两位有什么事？我们找刘文晴，他是爱心工程的负责人，让他出来见我们。抱歉，见请总需要预约，请问你们有预约吗？我们找他还需要预约？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就说我们有他的把柄。要是他不见我们，我们就把照片散播出去，让你们长乐集团也跟着蒙羞。秦总，有2个人态度不善的来找您，说您要是不见，就在这儿大闹。让他们进来。你出去吧。是。这长乐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的办公室就是气派呀。你姐再厉害，不还是我的闺女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如果还是让我给你们批爱心公付款，你们可以离开了，我是不会批的。刘文晴，今天爸的申请表，你批也得批，不批也得批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我说你一个佣人，怎么没2天就坐上大中华区总裁了？原来是靠着不正当关系。刘文晴，我还当你多么正直呢，原来背地里也是靠爬床上位。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弟把照片都拍到了，这就是证据。刘文晴，既然你的把柄在我们手里，我劝你还是识相点，赶紧把爸的爱心工程申请批了，再把我们剩下的400万欠款付了，否则我们就把这些照片散播到整个集团，再发到网上，让大家都看看你是怎么靠着这个老头上位的。刘文晴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让你身败名裂，不光丢了这份工作，在这个圈子也彻底臭掉。我看以后谁还敢聘用你？周丽萍，你从小把我养大，我什么样的人你难道不清楚？竟然拿桃色绯闻威胁我，真是可笑。谁知道你的正直是不是装的？表面上看着是正经人，背地里为了上位什么脏事都做。我有时候真怀疑我是不是你亲生的。当妈的如此诋毁女儿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们照片都拍到了，哪还有假？刘文晴，你今天要是还不批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我说了，爱心工程的每一笔款必须合法合规。刘长海的申请我是不会批的。我劝你们赶紧把照片删了，滚出这里，不然后果自负。我看后果自负的是你。刘文晴，我这袋子里都是你的不轨照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如果还不珍惜，整个长乐集团都会知道你是靠不正当关系上位。刘文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我们已经给你机会了，你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现在我就把照片撒出去，让你立刻身败名裂。你们要想清楚，你们造谣污蔑的可不仅仅是我，还有长乐集团的总裁，他发怒的代价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你少吓唬我们，什么造谣污蔑，这是事实。我看你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儿子，我们现在就让他身败名裂，他不赔钱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不让他好过。妈，你在办公区发，我在网上发，咱线上线下都让刘文芝出名。好嘞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刘文晴靠爬床董事长上位，他私生活非常不检点啊！这些照片目前已经传遍全网，刘文晴，你就等着被人唾骂吧。你尽管发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倒是你们恶意造谣污蔑他人，马上就会付出代价。
秦总和董事长怎么这么亲密啊？难道他真的是靠不当关系上位？不会吧？秦总平时为人正直，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照片都有，哪还有假啊？他1周前还是长乐董事长家的佣人，要不是爬了董事长的床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上位？真的，秦总穿的真是羽绒的衣服。真没想到刘文琴是这么不检点的人，他不配当我们的总裁。刘文晴，你说你本来帮我们批了申请表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结果你非要自己作死。我看你姐她的总裁位置做不了多久喽。姐夫，我姐靠爬长乐集团董事长的床才上的位，这么不检点的女人，你可要好好收拾她。女婿，我也没想到刘文琴这么没底线，竟然给你戴如此大的绿帽。你不用顾着我的情面，好好给自己出出气。是啊，姐夫，我姐这种不检点的女人就得好好收拾。李晨宇，你疯了！你打我们干什么？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我们好心告诉你被戴绿帽的真相，你不感谢我们，反而打我们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是啊，女婿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们是在帮你呀！帮我？你们这是在造谣，是在污蔑我的妻子。照照片上的老头是我的父亲，晴晴不过是在尽孝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你说长乐集团董事长是你父亲？不错，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斌正是我的父亲。我父亲前段时间调养身体，我妻子晴晴忙前忙后的照顾，这是他作为儿媳孝顺的表现，不应该成为你们污蔑他的理由。你们2个当年又没办婚礼，我又没见过亲家，我怎么知道他是刘文琴公公？当年没办婚礼是因为你说刘文凯媳妇怀孕等不及了，晴晴这才把自己的婚礼筹备让给了刘文凯应急。刘文晴是我亲姐，她帮我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还知道她是你姐？你姐如此正直一个人，堂堂正正靠自己实力面试进入长乐集团，她甚至不知道公公就是长乐集团的总裁，这样的人却被你们如此污蔑践踏。哎呀，女婿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刚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现在想起是一家人了，你们刚才污蔑欺辱晴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是你的女儿，是你们的家人？你们从来只有将晴晴当提款机的时候将她当一家人，其余时候你们对她比陌生人还不如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秦总，我是长乐集团法务部负责人张恒，受董事长命令，前来对周丽萍和刘文凯追责。好。周丽萍、刘文凯，你们恶意造谣、污蔑他人，侵犯他人名誉权，情节严重。长乐集团法务部将正式起诉你们，索赔500万元，并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造孽呀，都是我造的孽！闺女，妈错了，妈这次真的知错了，求你开开恩吧。文晴，我的好闺女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都是我们一时糊涂，被猪油蒙了心，才会造谣污蔑你。求你开开恩，出面求董事长撤销诉讼吧，我们实在赔不起500万啊！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看图编故事，不该污蔑你，求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，咱可都是一家人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你们刚拿着照片威胁我，想让我身败名裂、丢掉工作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是误会？怎么没想过我们是一家人？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着急还欠款，所以才走了歪路，都是我的错。文晴，我们那是被逼无奈呀，家里欠了那么多债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了才会出此下策，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免除起诉吧。机会？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机会，从你们伪造材料骗取爱心捐款，到你们偷拍照片恶意污蔑我和公公，你们每一步都在挑战我的底线。现在说求我，晚了。你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负晴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这次，我们绝不姑息。王律，这件事给我起诉到底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
做错事必须付出代价，不是轻轻飘飘一句道歉就可以完事。是，少爷。青青，我们走。好。文晴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！姐，老婆，对不起，现在才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没关系，我明白你和爸妈是在保护我，不想别人说我是因为你们的关系走后门进的长乐集团，我能理解。爸妈，我和陈宇来看你们了。谁让你们来的？爸妈，我和陈宇来看你们了。谁让你们来的？亲家，求您开恩，撤销对我们的诉讼吧！不是都说不知者不怪吗？我们真的不是有意的。是啊，董事长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该造谣污蔑我姐，不该不懂事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你们两个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好，竟然想出那么恶毒的污蔑。晴晴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是你的亲姐姐呀，怎么有你们这样的家人？亲家母，你消消气儿，我们是被债务逼得急昏了头，不是有意为之啊。董事长夫人，我要是知道我姐是您的儿媳，你杀了我，我也不敢污蔑她和董事长啊。你们两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晴晴，落得此刻下场，纯属活该。亲家母，这事儿是我和凯凯做错了，我们认。但是既然两个孩子结了婚，咱归根到底是一家人，这家事不要对簿公堂。家事，我爸可是长乐集团的董事长。你们那天把所谓丑闻撒到网上之后，我们长乐集团的市值蒸发了多少？如今让你们赔偿500万，已经是额外开恩了。姐夫，是你们隐瞒在先啊！我们如果知道您父亲是长乐集团董事长，我们哪里敢如此造次啊！哪怕我们家是平凡的一家人，你也不能如此欺负晴晴。你还有没有当她是你们的家人？晴晴，这事儿我听你的。如果你愿意原谅他们，我可以撤销诉讼，赔偿与否也全凭你定夺。毕竟受委屈的是你。文晴，妈求你了，求你开开恩吧。姐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你这次就放过我们吧。晴晴，按照你的心意来就好，我永远支持你。我的意见是不原谅。什么？不原谅？凭什么？你们每次伤害了我，就轻飘飘过去，让我一个人忍受心灵的伤痛？凭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原谅，你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做得好，老婆。他们早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造孽啊，都是我造的孽！我当初就不该生下这个白眼狼，这是要把亲妈逼死啊！姐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保安，把这2个影响董事长休息的人给我赶出去。是。爹，你这要逼死我吗？做得好，有原则有底线，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是啊，晴晴，你刚才做的对，这种人就该让他们受到惩罚，不然他们永远不知道悔改。晴晴，鉴于你在长乐爱心工程的出色表现，决定委派你负责集团一个新项目。爸，您请讲。未来养老项目是一片蓝海，我打算打造我们长乐自己的养老品牌明天康养。目前首要任务就是去和安心保险公司洽谈，争取达成深度合作，拓展康养业务。爸的眼光果然毒了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，全力以赴完成任务。明天我就去安心保险公司谈合作。刘文凯，你看看你的考勤，这个月旷工多少天？不想干，现在就给我滚蛋！对不起，赵总，我爸这些天住院，耽误了我不少功夫。我以后一定按时上班，我再也不旷工了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明天公司会迎来一位大客户，明天养公司的负责人丽拉总，你给我做好招待。要是搞砸了，你就直接给我滚！谢谢赵总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一定服务好丽丽总。凯哥，从来没见你这么紧张过。这可是赵总给我的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搞砸了，老子就失业了。丽丽总可是咱公司的大客户，我自然要招待好。今天所有的细节都要注意到，绝不能出一点纰漏。是凯哥，我明白。赵总再三强调了来宾的重要性，让我们今天务必做好招待，促成合作。你在这儿候着，我去前台迎接明天康养的丽丽总。是凯哥。
林总，安心保险公司到了，我和赵国富是旧相识，今天的洽谈问题不大，你不必跟我上去，在附近等我。是秦总。刘文晴，他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来报复我的。他怪我前几天大闹他的办公单位，所以来搅和我的工作来了。我是明天康养的 Lily， 和你们赵总约好了洽谈合作事宜。好的，您稍等。这份工作是他介绍的，他认识赵国富，只要他在赵国富面前说我几句坏话，我就彻底完了。稍等，我帮您确认一下。他是来找我的。刘文晴，有我，你今天是不可能见到赵国富的。放手！刘文晴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干什么和你有关系吗？我很忙，没空跟你浪费时间。刘文凯，你干什么你？我干什么？我倒想问问你干什么？不错，我这工作是你通过赵国富给我安排的，但是你之前从来都是避嫌，你今天为什么过来？我来这里是和赵总洽谈合作，有正事要办，和你无关，赶紧让开，别耽误我的时间。洽谈合作？你放屁！你根本不是来洽谈合作的，你是来报复我的。你记恨我之前污蔑你、威胁你，想在赵总面前说我的坏话，让我丢掉这份工作，对不对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你们赵总约好了洽谈养老合作，耽误了正事儿，你承担得起后果吗？你少在这唬我，长乐集团旗下根本就没有养老业务。之前是没有，养老是长乐集团的新业务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你少在这里蒙我！你就是想用这个借口来见赵总，好让我彻底失去这份工作。懒得跟你废话，我的会议时间要到了，让开。该滚的是你，刘文晴。今天是我工作的大日子，别逼我对你动手，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真对你不客气了。刘文凯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赶紧让开！要是耽误了我和你们公司的合作，后果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。我们公司业务我门儿清，安心保险和长乐集团没有一项合作，你少在这唬我。我说了，养老是长乐集团的新业务，你是听不懂话还是脑子有问题？你必须说的话，老子一个字都不会信。我今天是不会让你见到赵国富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个点儿，明天养岗的人该到了，怎么还不见来？赵总，刘文凯已经去门口接了，我联系他问一下。好。凯哥，人还没接到吗？赵总他们都在等着了。告诉赵总，马上我就把人送到。老子也没空跟你在这浪费时间，今天你滚也得滚，不滚也得滚。他就是李总，住手！凯哥，我刚发现这名片上写的就是明天康养公司负责人，中文名刘文晴，英文名 Lily。那是假的，我姐神通广大，说不定咱公司哪个败类被她买通了，所以才让她钻了空子。她扮演 Lily 就是来搅我的局来了。是这样吗？我姐的名片我还能不知道？她之前从来不标英文名的，她就没有这习惯。这名片就是她今天为了搅我的局专门定制的。之前没有，是因为之前公司没有跨国业务，我不需要。如今长乐集团是跨国大集团，我自然会标注英文名。你少在这编，你就是得知今天这个洽谈对我很重要，所以要彻底搅黄的。刘文晴，我今天绝对不会让你如愿。既然是你们家务事儿，那我就不插手了。凯哥，你抓紧时间，别真耽误了迎接 Lily 总。我明白。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，我让赵国富亲自出来接我。喂，赵总，刘文凯，你干什么？喂，丽丽总，怎么回事？丽丽总手机怎么断线了？我说了，我今天绝不会让你见到赵国富。完了，赵总亲自打电话来催了，他一定是着急了。赵总，刘文凯，刚丽丽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怀疑他是通知我他已经到了，
你注意一下。赵总，我就在大厅呢，一直在等丽丽总。您放心，我一定能接到她，绝不耽误洽谈。行，你一定要好好接待，绝不能出一点差错。要是丽丽总来了，立刻带她来会议室。好的，赵总，您放心。我的贵客丽丽总马上到，你要是还不滚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刘文凯，你想干什么？刘文凯，你要是想保住工作，现在就给我让开，不然我保证你今天的结局绝对是因为耽误洽谈而被赵总开除。我让你见了赵总，我才真的保不住工作。我不能再跟刘文倩纠缠浪费时间了。既然他不走，那就给我换个地儿老实待着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！既然你不肯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刘文凯，赶紧给我出去！刘文晴，我让你走你不走，既然不走，你就老实在这给我待着，谁都不能阻挠我服务这次洽谈。刘文凯，你现在就在阻挠洽谈，没有我，你们和明天康养的合作根本谈不成。你少在这唬我，等会议结束，我自然会放你出去。这会儿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吧。刘文凯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作为乙方如此对待甲方代表，赵国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让你见到赵总才是我的死期，你给我老实在里面待着。刘文凯，开门！刘文凯，我不在的这会儿，有没有来人？没有。太好了，没错过李 C 总。小丽，快帮我看看我的衬衫领口歪不歪？有点往左歪。凯哥，我从来没见你这么认真过。李李总，事关我身家性命，今天这接待我一点纰漏都不能有。怎么回事？让刘文凯接个人再也接不过了。赵总，凯哥一大早就过去接了，是不是丽娜总还没到啊？不应该啊，丽丽总那个人有非常严格的时间观念，他从不迟到的。都跟我去接。赵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刘文凯，你怎么还没有接到丽丽总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迎接？赵总，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，我连个厕所都不敢去。赵总，凯哥确实一大早就来了，他一直在这儿。那丽丽总人呢？还能飞了不成？赵总，要不您给丽丽总打个电话问问？没人接，可能丽丽总手机没电了吧？要不赵总，您再耐心等会儿。不对，丽丽总的电话从来不会打不通。小张，看一下明天康养其他对接人的联系方式。赵总，这里是丽丽总助理的电话，要不要我现在联系她？我亲自联系。喂，是丽丽总助理林小姐吗？我是林夕。林助理，我是赵国富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还在路上吗？赵总，你没见到赖丽总吗？可他1个小时之前就已经进安心保险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亲自把他送到门口，看着他进去的，那还有假？小丽，1个小时前有没有一位身着职业装、气质出众的女士来我们公司找我？有一位，他还给了名片呢。快把他名片拿给我！赵总，这是他的名片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赵总知道刘文清今天来了。赵总，那个人是来找我的，他不是什么丽丽总。刘文凯，给我处理好自己的私事，不要影响公司。是，赵总。除了刘文凯的熟人，还有没有其他女性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赵总，我从早上就一直在，真的没见。赵总，会不会是赖丽总临时有事又走了？通知林助理上来。是。刘文凯啊，刘文凯，你简直蠢得要命！我要是真的有心要收拾你，我直接给赵国富打个电话，让他把你开了就行，又何必亲自来跑一趟，大费周折？一会儿你就等着你们赵总的雷霆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刚刘文清说的是真的？林助理，我们这边实在是联系不上丽丽总，能不能劳烦你给丽丽总打个电话？你们是不是哪儿得罪丽丽总了？林助理，我们安心保险巴不得跟你们明天康养达成合作，我们怎么敢得罪宝贵的甲方呢？我现在联系。
丽丽总从来不会不接我的电话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们的人等了一上午，愣是没看见人。不可能！1个小时前我亲眼看着丽丽总走进你们安心保险的，而且这中间我的车就停在楼下，没见丽丽总出来。你的意思是丽丽总还在我们安心保险？赵总，为了丽丽总，麻烦您调一下监控吧。林助理，你先别急，我现在就安排人调监控，还不快把今天的监控调出来？这就是丽丽总。这不是刘文晴吗？她去长乐集团了？是的，秦总半个月前就任长乐集团大中华区总裁，因为表现优异，董事长让他负责长乐集团新项目明日康养。因为康养是国际化业务，所以我们对外都称他为丽丽总。我认识刘文晴秦总，我俩是故交。往后拉进度，看看秦总之后去哪儿了。是。刘文凯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赵总，都是误会啊！丽丽总现在在哪儿？我问你，她在哪儿？在保洁室。丽丽总，你有没有事儿？赵总，这就是你们对合作方的待客之道吗？丽丽总，实在对不起，让您受委屈了，都是我没有管好员工，才让您遭遇这样的事情。我想赵总，想跟我们明天央港合作的保险公司可不止你们一家，你们如此欺辱丽丽总，这合作你们还想不想要了？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我现在就让刘文凯那个畜生滚过来道歉，看你做的好事儿。今天你要是求不来丽丽总的原谅，我不光把你开掉，我还要让你在整个行业被除名。不，我不能被封杀。被封杀我就彻底失业了。丽丽总，不，姐，我错了，是我小人之心揣度了你的心意，是我误会了你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姐，求你了，求你帮我给赵总说情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求你帮帮我吧，姐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小峰在家带孩子没工作，全家老小都指望着我呢，求你跟赵总协调，赵总肯定听你的。当你踩碎我手机的时候，当你把我关进保洁室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姐？是我刚才糊涂。你一点都不糊涂，你是太精了。刚你不过是怕我揭穿你的真面目，所以才百般阻挠我见赵总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亲手把路走绝了。如今你被开掉都是咎由自取。丽丽总，实在抱歉，我向您保证，这种害群之马我们绝不留。去，马上给刘凯办解除劳动合同手续，全行业通报职场暴力，蓄意破坏公司重大项目。是，全行业通报。赵总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还不赶快把这个废物给我带走，少污了丽丽总眼睛。姐，你不能不管我啊，姐！丽丽总，这边会议室都准备好了，您这边请。赵总，合作可以谈，但因为今天的意外，我对贵司的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产生了深度质疑。之前的合同细节，我需要增加3条惩罚条款，且佣金比例竟然还有放手的谈判权。明天刚养不缺合作方，赵总不同意的话，我不强求。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只要您愿意继续谈，什么都好说。赵总，请。晴晴，好样的！这5个点的让利，一年下来就是几千万的利润。我听林夕说了，你这招见招拆招，用得漂亮。漂亮是漂亮，就是受委屈了。那个刘文凯真是个混账东西，竟然把亲姐关在保洁室。妈，我没事儿。生意场上有时候这些小插曲反而能变成筹码。爸妈，我早就说了，晴晴比我更适合管理。是我家陈宇真是娶了个好老婆。晴晴有大将之风，咱们这份家业后继有人喽。晴晴，我和你爸商量过了，等明年的康养项目正式落地，我们就打算慢慢退下来让你接班，你就是我们李家的福星。爸妈，这么大的长乐集团，让我接班？你既然嫁入我们李家了，咱就是一家人。我妈说了，要把你当女儿疼。老婆，还犹豫啊？爸妈，谢谢你们信任我，我一定会管理好长乐集团的。妈，你看你养的好闺女，这是要把她亲弟弟逼死啊！现在刘文晴不听我的，我也没办法，不是？我不管，我
文凯都是因为照顾你们才频繁请假，导致公司不满，最后被老板找了个由头开掉。这事儿归根到底都赖你们，你们必须帮文凯解决工作，不然这事儿没完。我一个老太太怎么解决啊？怎么解决？去求刘文晴啊，他是总裁，随便动动手指头，不就能给凯凯安排个副总当当？我不管你是给他跪下磕头还是怎么样，反正你得把文凯工作解决了。妈，我可是你的宝贝儿子，你不能不管我呀。妈管，妈怎么舍得不管你？妈现在就在豪天大酒楼请客刘文琴，这次为了我儿子，我也要求刘文琴开恩。我觉得行。其实姐最近争这口气，不就是为了看妈示弱吗？妈都主动屈尊向她求情了，她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刘文琴不过是想听我一句道歉，我只要对她低了头，一定能拿下她。老婆子，这地儿可不便宜，得我半个月退休金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为了凯凯，我这张老脸不要了。谢谢妈，妈对我真好。一会儿你少说话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刘文琴那丫头心软，只要我放低姿态，她没理爸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老婆，要不我们别去了。你妈如此破费的请客吃饭，我怕这是鸿门宴啊。去，这一次我要让他们彻底清楚，我早已不是那个永远为家里兜底、任他们拿捏的刘文晴了。快叫大姑父啊！大姑好，大姑父好。文晴、陈宇，快坐快坐。找我们来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，下午公司还有会。你看着孩子刚坐下就说工作，妈特意点了你最爱吃的清蒸鲈鱼，这家的厨师手艺可好了。莲藕排骨汤，姐来喝点汤。你姐不能吃莲藕，端走端走。妈，我吃莲藕过敏，下次能不放莲藕吗？爱吃吃，不吃给我滚蛋！谢谢妈又给我做莲藕排骨汤，我爱吃。原来你一直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，只是从前永远的视而不见。这碗水不是端不平，而是他不愿意端平。文行，多吃点儿。以前是妈糊涂，不是委屈了你，妈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。妈，您是长辈，哪有长辈给小辈道歉的道理？是啊，妈，大姑姐哪里受得住您的道歉啊？不，我该道。过去我没照顾下文晴，是我的错。不必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文晴，你弟弟的事儿妈都知道了。他确实混账，我已经把他臭骂了一顿，但他毕竟是你亲弟弟，他现在失业了还要被封杀，这等于要了他的命啊！你现在是大总裁，长乐集团那么多岗位，你随便给他安排一个，哪怕是个经理也行。是大姑姐，随便一个经理就行。妈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只要妈知道，妈知无不言。如果今天失业的不是刘文凯，而是我，你会这么帮我吗？你这孩子假设着干什么？哪有自己揍自己的？呸呸呸！回答我，你会吗？会，当然会。你是妈的亲闺女，妈能看着你受苦吗？妈，你没发现你撒谎的时候眼神总喜欢往左看吗？你不会。如果你会，当初我高三冲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让我给刘文凯开房间。如果你会，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你不会连1分钱学费都不给我掏，却转头给刘文凯掏了天价戒毒费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提他干啥？过去的是时间，不是伤害。这顿饭你们自己吃吧。刘文凯的事儿我帮不了。你怎么帮不了？你是总裁，你就是存心想看你弟弟去死。他是死是活，取决于他自己。妈都说自己错了，都给你道歉了，怎么还揪着不放，心里憋气呢？一家人哪有那么多生不完的气？妈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发现我不受控制，想换一种方式继续吸我的血。如果你真的想让刘文凯成才，就先断了他的奶，别再让他觉得不管闯多大的祸，永远会有人替他擦屁股。爸妈，晴晴累了，我们先走。白眼狼，真是个白眼狼！我就不该花这么多钱请你吃饭。
难受就哭出来，别憋着。我以为我已经麻木了，可看到那一桌子我爱吃的菜，我竟然觉得恶心。他明明什么都知道，却偏偏要在这种时候利用这份关怀。青青，听我说，你没有错，善良要有底线。对于那些只会索取的人，你的退让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。老公，你觉得我冷血吗？不，你这叫清醒。往后余生，你缺失的那份爱，我来补。我爸妈也会把你当亲生女儿疼。你不再是那个需要讨好家里才能活下去的小女孩。婷婷，快尝尝这燕窝粥。我知道你这几天胃口不好，特意让王妈少放了糖。还有这鱼，这是我专门找人买的海水鱼、淡水鱼，有清蒸的、红烧的，还有鱼丸和鱼汤。青青想吃哪个吃哪个。谢谢妈，谢谢爸。嗨，都是一家人，谢什么谢？我们才该谢谢你照顾陈宇，谢谢你加入我们这个家。以后再说谢，爸生气了。不说了，爸妈，我们快吃饭，一会儿该凉了。我也是真没招了，才来求你们帮忙劝劝文晴。这凯凯一大家子都靠他一人工资，他失业了可怎么活呀？大姨小舅，你们可得帮帮我啊！这外甥女也真是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心咋能这么狠呢？现在的孩子都太自私了，只顾自己，这怎么会行？我见了刘文晴，我得好好说说他。就是，这可是亲兄妹。二姐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帮你劝刘文晴。二姐，刘文晴那个白眼狼住哪儿？刘文晴，你给老娘出来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就是长乐集团的总裁，当了阔太他就不认亲娘了。不光不认亲娘，还要逼死他亲弟弟啊！他妈砸锅卖铁的把他养成才，他就这么抱大家的呀？我的命咋这么苦啊！不孝女刘文晴，出来，赶快出来，不许大吵大闹！刘文晴，你赶紧出来，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老婆，你要是不想见他，我来处理。不用，我亲自处理。你帮我把书房的文件拿过来。是。刘文晴，你可算舍得出来了！你付得住这么豪华的别墅？你弟弟失业，穷得连饭都快吃不上，你良心被狗吃了！文晴啊，不是大姨夫说你，人不能忘本。你今天能当总裁，那是你妈把你养得好。现在你弟有难，你得出面解决。大姨夫，那您觉得我该怎么解决？那还用问？先把文凯的工作解决了，给他在你们公司安排个经理当当，这对你来说不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？就是，文凯可是你亲弟弟，你作为亲姐，你帮他是应该的。行啊，让我帮刘文凯也不是不行。姐，我就知道你疼我。那经理的职位，帮刘文凯之前，咱们得先把旧账算一算。3年前，刘文凯结婚，王凤要30万彩礼，我妈哭天抢地逼我出，那是我给自己攒的嫁妆钱，我给了，自己的婚礼都没办。婚礼后，刘文凯要换大房子，我妈把攒了一辈子的50万都给了他，还差的50万买房首付款也是我补齐。2年前，洋洋上双语幼儿园，戒毒费加赞助费8万，是我刷的信用卡。还有刘文凯去年换车差的10万，前年王凤做脸差的3万，这7七8八加起来一共120万3千块。这些钱说是借，但直到今天刘文凯没还过1分。妈，既然你今天带了这么多长辈来主持公道，那正好，让刘文凯先把这些年薅我的羊毛还给我，他前脚还，我后脚立马给他找工作。啥？文凯结婚的彩礼是文晴出的？丽萍，你不是说是你买老宅攒的钱吗？哎呦，连孩子上学钱也管姐姐要啊！这弟弟薅姐姐赢了也薅得太过分了。不是二姐，你这碗水端的也太不平了吧？二姐，这文凯拿他姐的都超过100万了，这属实有点多了。那都是一家人，把钱分那么清干什么？姐，你现在这么有钱，计较那点小钱有意思吗？你那是赞助我的。文晴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？一家人吃亏不叫吃亏，那叫亲情。你现在有钱了，格局要大一点。大姨夫，您格局大，那正好。刘文凯现在失业了，没钱还贷，没钱吃饭。您作为长辈，是打算给他安排个工作呢，还是先借他10万块钱渡过难关？我就是个普通工厂职工，我哪有钱借呀？小舅，你也是生意人，您平时最疼文凯，要不您来安排他工作？我那儿可没有适合刘文凯那个懒蛋的活。周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外甥？你们一个个刚不是说的很起劲儿吗？怎么
让你们帮刘文侃的时候都跟炮仗灭了火一样不吭声了。文晴，你们才是亲兄妹，这事儿是你的责任，不是我们的啊。就是你一个当亲姐的，你不帮你弟，那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大姨，您孙子现在在长乐旗下的物业当保安队长，是看在我的面子上的吧？还有你小舅妈，你弟弟在长乐医院的承包食堂，也是我打的招呼吧？既然我是个不忠不孝、冷血无情的白眼狼，那这些靠我面子得来的好处，我也没必要留着。徐管家，即刻通知下去，把这些裙带关系全部清理干净。是。外甥女，别清理，你们的家事我们不管了啊！对，不管了，以后也再不管了。傻站着干什么？走啊！走了，老公。不是说好了来帮我劝刘文晴的吗？你们怎么都跑了？丽萍，你家刘文凯没本事，你别连累我们家孩子啊！就是，你家刘文凯就是个吸血鬼，你自己惯着就算了，还想拉我们垫背，活该刘文晴不帮你们。二姐，不好意思，真帮不了你。大姨、小舅，你们不能走啊！造孽，都是造孽呀！怎么样，老公，工作问题解决了吗？你可别提了，大姨和小舅为了刘文晴给的好处临阵倒戈，啥也没要到。刘长海是哪位？我是长乐医院法务部的陈旭，受长乐医院委托处理刘长海先生拖欠医疗费用一案。陈律师，我们不是不还钱，实在是100万太多了，我们还在想办法。长乐医院已经给了各位充分的筹款时间，经多次督促未付，我愿意起诉并获得生效判决。依据法律规定，刘长海名下房产被查封，进入司法拍卖程序，用于清偿债务。什么？你们把我们的房子没收了？这房子可是我们老两口的养老房啊！那只能你们自己想办法了。判决已经下来，你们需要今天收拾行李离开医院，请立即准备离开。儿子，我和你爸没地儿住了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是啊，儿子，爸可就你这一个儿子啊！我是李董的家庭律师，来递交律师函，拖欠花铺赔偿金400万，精神损失费500万，请及时履行。一切都赖我老太婆，跟刘文克无关。让刘文晴要钱找我反正也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还不走！你们要逼死我妈不成？光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周丽萍女士履行不了的赔偿，最后还是会落在你头上。滚！少来烦我！接我好的不也是你吗？你的心咋能这么狠呢？爸妈，我们今后就睡这儿。什么？睡这儿？凯凯，这连个床都没有。你爸刚出院，我腰又不好，这怎么睡呀？我说爸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两个还挑三拣四的，有个住的地儿就不错了。爸妈，我现在没工作，哪有钱再给你们添置新床啊？就这凑合睡吧。爸，养养长身体呢，让孩子吃吧。小凤，你爸刚出院，身体也需要补充营养，要不也让他吃点儿。我去个厕所。怎么眼里这么没活啊？家里这么乱，不知道收拾啊？今天地上要是有一根头发丝儿，你们就甭想吃饭。你让我们收拾？你们两个老东西，住我们的，吃我们的，让你们干点活应该的。唉，儿子还是怨我没给他解决工作。再怎么说，这房子首付的一半也是咱俩出的，到头来连个床都不给安排。这儿媳妇儿简直把我们当牲畜用。以前他妈长妈短的叫，嘴甜的要命，我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。丽萍，你说咱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？以前文晴在的时候，咱哪次不是热饭热菜，哪受过这种气啊？如今还不是那个死丫头狠心。丽萍，咱们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出马求她。我这生着病，我就不信她对我也这么狠心。老伴儿，一会儿你就装可怜求收留，我觉得文晴应该会给你面子。好，这次我出马，文晴一直是个孝顺孩子，我就不信她真能不管我。文晴啊，爸知道你还在生气，但现在爸妈真的没地方去了，房子被法拍了，文凯和王凤天天给我们冷脸看，
饭都不给吃饱。刘文凯可是您的亲生儿子，忍忍吧，日子久了就好了。文晴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文凯那孩子不懂事，你也不懂事吗？爸以前对你也没那么过分吧？你妈骂你的时候，爸可没吭声吧？是啊，您是没吭声。每次我求你的时候，你都不吱声。当年我上大学，我妈不给我掏学费，我跪着求你帮忙劝劝我妈。可你呢？你说你要去厕所，结果就再没回来。我那都是为了家里和睦。我妈偏心你视而不见，我死求你装聋作哑刘成海。就是你作为一家之主的不作为，才使得我在那个家永远被偏心对待。你的和睦是建立在牺牲我的基础上，现在你发现牺牲我没用了，开始心疼自己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里的养老名额30年前就被你们亲手注销了。文晴，你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你爸刚出院，你要气死他吗？他比刽子手更可恶，他是往我心口捅刀子的人。小凤，天都要黑了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说话呀？你们不是去找大总裁女儿了吗？怎么人家没赏你们口饭吃啊？老不死的，我家不是废品回收站，养老不是我老公一个人的活儿，凭什么都找他？找刘文晴去。凯凯妈知道你在里面，你给妈开开门好不好？凯凯，爸妈从小对你那么好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爸妈，小凤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们再去求求我姐吧。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再让人报警了！别报警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别数了，数出花来也就那点退休金，交了房租，剩下的连买药都不够。我数数怎么了？我不数着过，咱明天就得喝西北风。要不是你得癌，咱家房子至于被法拍，咱俩至于无家可归吗？周丽萍，你现在开始嫌弃我生病了？当初是谁非要把我攒了一辈子的钱全投给刘文凯？是谁口口声声说养儿防老，结果把新桃柑养出来个不孝子，大晚上把亲爹亲妈拒之门外？凯凯那是遇人不淑，被王峰那个小贱人给带坏了，心里比谁都苦。他苦，没工作之后不是打游戏就是睡大觉，他自己努力过一点没有？他就是个扶不上墙的废物。我儿子才不是废物，你住口！谁呀？奶奶，我来看你了，快开门呀！妈，是我带着洋洋来了。啊，还是奶奶的亲孙子懂事儿。你来做什么？老头子看你说的，还能干什么？来看咱俩了呗。凯凯呢？怎么没见他？妈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小凤？还不是你那个宝贝儿子天天喝得烂醉，我让他去找工作，他竟然动手打我。凯凯确实有点不懂事儿了。妈，你赶紧去管管刘文凯吧。我倒是想管，但是凯凯从小自己主意正，他谁的意见都不听啊。他长成如今的魂不露，还不是你惯的。妈，你要是不管，我就带着洋洋和刘文凯离婚。不能离婚，离婚我刘家没后了。小凤，你别冲动，我管，我替你管刘文凯。凯凯，妈求你了，出去找份工作吧，哪怕是当个保安，也比在家喝死强啊！保安？你让我去给人家看大门？我姐是总裁，我当保安，你是想让全世界笑话我是吗？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妈，我那个哥们阿斌在搞跨境电商，只要投5万，下个月就能翻倍。我挣了钱立马接你们回来，再也不让王凤给你们脸色看。儿子，家里的积蓄之前都给你了，剩的那是你爸2期的化疗钱。妈，我要做生意也是为了给我爸治病啊！我爸1期治疗就花了100万，如今这5万够干啥？还不如投资我做生意。容我想想。妈，你还想啥呀？我可是你亲儿子，王凤说了，我再不赚钱就离婚，你忍心看咱家绝后吗？周丽萍，你干什么？长海，凯凯说凯凯有个好的翻身机会，我不能不管他。你疯了！这点老底可是我的化疗钱啊，是我的命。儿子说了，这次做生意成功，他给你付2期药费，都包在他身上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信那个废物？拿给我，这是我的退休金，是我的钱。丽萍，
我还生着病，你就这么对我？长海，对不起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不能不管他。这是我儿子重新崛起的钱，谁都不许抢，谁都不许。妈，我就知道你疼我，你放心，等我发了财，我给爸开最贵的靶向药。凯凯，你可一定要争气啊！妈为了这钱，差点把你爸气死。放心吧，老公，这是家里仅剩的钱了，你可一定要珍惜。知道了，老婆，我很快就会拿着翻倍的钱回家。洋洋，等着爸爸赚钱给你买大玩具。爸爸加油！我走了，妈，我走了，老婆。好。我说凯子，你有钱吗你？等着老子今天赢翻你们！请问您办什么业务？快帮我查查，这张卡里还有钱吗？您好，先生，卡里的钱昨晚凌晨2点在自助取款机已经全部取完了。败家娘们儿，败家娘们儿啊！不行，我得去找文晴，找她出面帮我把救命钱要过来。我是你们刘文晴秦总的亲爹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接到总裁父亲今日到访的通知。您如果电话联系不上秦总，我不能放您进去。文晴她很早之前都把家里人都拉黑了，我实在是联系不上她呀。我求你让我进去吧，不然家里的钱真的要被我那废物儿子骗光了。我认识他，放手吧。是，秦总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你们秦总的父亲。跟我进来吧。文晴，爸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有本事，你这办公室可真气派。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文晴，爸知道没脸见你，但你妈她把家里仅剩的钱都给文凯了，那可是我的命啊！从小到大，刘文凯不也是你们的命吗？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这回怎么如此见外了？文晴，今时不同往日啊！从前你说文凯花也就花了，可如今家里状况不复从前，这仅剩的5万块是爸的救命钱啊！你们不是总念叨着养儿防老吗？文凯拿了你们那么多钱，他不会不管你。他要是孝顺，前些天就不会把我们赶出家门。妈不总说文凯还是个孩子，爸你得多体谅凯凯啊。他都快30的人了，孩子什么孩子？你也知道爸这身体有癌，马上就到2期治疗了，没有钱爸怎么看病啊？爸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是妈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听过我一次？她对我根本就熟视无睹，我劝也没用。再说了，钱都已经给刘文凯了，老虎口里哪能多回食物？文晴，那是爸的救命钱啊！没钱买药，我怎么熬得过去呀？那就忍忍呗，这话不是你经常对我说的吗？爸知道你在怨爸，你在怨爸呀。爸，你也想开点儿，妈的脾气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忍忍不就过去，多大点事？这钱够您打车回去，以后别来了。是我造的孽，是我造的孽呀！老头子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做了你最爱的红烧肉，快来吃饭。老头子，我给你说，我今天一把钱给凯凯送去，他立马振作了，胡子刮了，澡洗了，衣服也换了，立马就去上班了。他还说很快就会拿着翻倍的钱回家。他不会的。死老头子，你自己儿子都不相信，你要死啊！你不吃饭啊？没胃口。你不吃我吃，我宝贝儿子马上就翻身，接我回去过好日子了。一定是儿子赚钱，儿媳要接我回去过好日子了。喂，小凤妈，刘文凯把钱赌光了，我受够了，我和刘文凯离婚了，洋洋我带走了，通知您一声。什么？
婚！小凤，满意了吧？我说了不让你给，你偏不听。好了，如今所有的钱打了水漂了，我都说了，刘文凯他是个废物，废物。刘长海，刘文凯也是你亲儿子，有你这么骂亲生骨肉的吗？我宁愿没他这个废物，老子这辈子能给他的不能给他的都变着法的给他，都怪你，都怪你从小处处偏心刘文凯，一碗水你非不端平，让他一点苦不愿意吃，天天想着走捷径，都怪你把他养废了。刘长海，孩子不生开了，你怪我了。他从小到大的爹是死了吗？你作为父亲，我们那个儿子教育出来，整了半天生了一个坏人。孩子养成这样就是你害的，都赖你。长海，你别吓我，长海！老婆子，我疼的受不了了，去求求大夫，给我打一针止疼剂吧。老头子，医生说了，止疼剂已经到剂量了，再打就产生耐药性了，要不你再忍忍吧。忍，你们一个两个都让我忍，我看你们是要我的命。我去打水。刘文凯呢？怎么不见你们的好大儿？凯凯忙着呢。文清，爸身上疼得厉害，给爸开些进口的靶向药吧，给爸用一粒就一粒。爸，谁生病身上不疼，忍忍就过去。刘文婷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当了大总裁，看着你亲爹疼成这样，你竟然1分钱都不疼，你这心是石头长的吗？你这是大不孝，要遭天打雷劈的！妈，您这大不孝的帽子扣的可真稳。从小到大，我没拿过家里1分钱积蓄，我还能来看爸。刘文凯呢，拿了家里那么多钱，怎么没见他人？刘文凯怕是连爸在哪儿病床都不知道，究竟是谁不孝？您心里没点数吗？凯凯那是联系不上，他肯定是做生意太忙了。他要是知道他爹犯病了，他也会爬过来的。他是我的好儿子，他最孝顺了。好啊，既然您觉得他忙得联系不上，那我就带您去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你干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带您去见见您那个孝顺儿子。妈，睁大您的眼睛，看清楚那是谁。老子这把一定赢！孩子，你都欠了5万了，还玩呢？没钱赶紧滚蛋！谁说老子没钱？老子亲姐是长乐集团的总裁，老子有的是钱。凯凯，你爸住院了。妈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正好，身上还有钱没？再给我拿点儿，这把稳赢，赢了我就去给老头子交医药费。我没钱，凯凯啊，你爸在医院快疼死了，你跟妈回去看看你爸行不行？滚开！别挡着老子的财路！要不是老头子生病克我，我能家破人亡。我如今混这么惨，都是那个老不死的害的。畜生！你个畜生！从小到大家里最宠的就是你，你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供你上学，给你买房，你现在竟然怪他生病！宠我？你要是真宠我，就该像李家宠刘文晴那样，给我挣下一座江山。我变成现在这样，还不是你惯的，是你把我惯成了这副鬼样子。我没出息，我欠债，我老婆孩子跑了，全是你们害的。你们生了我，却给不了我好生活，你们才是罪人。再说一遍，我说你们活该。老头子病人死在那儿好了，省得活着也是受罪。你们少他妈连累我！不关我的事儿，是他自己气晕的，跟我无关，跟我无关。先送医院。醒了，你这女儿也真是大度，你都那么骂她了，她还把你送进急救室交了钱。我儿子呢？你那个儿子，从你进医院到现在24小时了，影子都没见着。倒是你女儿，一直在外面处理你老伴的后事。后事？长海他昨晚凌晨3点没的，走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还是你女儿过来签的字。长海，
是我拿了你的救命钱给了那个小畜生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张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呀！爸，你怎么还没享儿子的福就走了呢？爸，是我没本事，没有照顾好你呀，爸。凯凯，你终于懂事了，我的凯凯终于长大了。妈，爸走了，你还有我，今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凯凯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好儿子啊！盯着点刘文凯。长海哥还是没熬过去啊，长海哥。平，你自己一个人可要保重啊。是啊，姐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咋就坐轮椅了呢？二姐要注意身体啊。这人偷礼金，快拦住他呀！放开我！我是刘长海的亲儿子，这钱是我应得的，我有债要还，不还他们会砍了我的手。妈，你帮帮我！刘文凯，你竟然来偷你爸的吊唁金，你还是人吗？刘文凯，你爸对你那么好，从小你要什么买什么，你不光不给他治病，你还偷他的吊唁金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就是一个畜生！妈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债台高筑了，外面那帮人要杀了我。这钱你先让我应急，我应急就还回来。你输光了你爸的救命钱，现在又来偷他的吊唁金，我周丽萍这辈子造了什么孽，养出你这么个畜生！张海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是我偏心，是我没把一碗水端平，把孩子养废了，是我害了文清一辈子，又害你丢了命啊！丽萍，还是别这样，我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？姐，你有钱救弟弟这一次吧，求你了。你们进来吧。姐，你让人给我送钱了是吧？我就知道我姐不会不管我。你自己造下的孽，你自己收拾。既然你拿走了爸的救命钱，那你就得用你自己的命去还。刘文凯，终于抓到你了，还钱！不，姐，妈救我！走吧，这里的戏结束了。我说大婶儿，你自己说，你都欠了几个月房租了？我男人刚走，我又没退休金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，容我找个活干？拜托了。老子都宽限你3个月了，这会儿掏不出来钱，就给老子搬走。我说大婶儿，你这做人也够失败的，女儿被你寒了心不管你，儿子又被高利贷抓走了，这唯一的老公还被你气死了。哼，你还真是丧门星！丧门星，少污染我房子，现在就给我搬走！晦气东西，离老子的房子远点儿！老公，下雪了，你上班注意安全。凯凯乖，妈给你买肉吃。文晴，别干活了。谁呀？谁在我家门口堆雪人？妈呀！妈呀！大总裁，工作忙也不要忘了吃饭啊。妈妈，我们来接你下班啦！妈妈抱。好，听宝贝们的。那我们走吧，老婆。好。